这是1936年美国女子露丝偷盗四川大熊猫到港口跑路的真实影像。抱着才9个月大的熊猫幼崽，露丝满脸得意地出现在码头，做着名扬国际的美梦。为了瞒天过海，把熊猫装进狭窄的竹篮里，还用丝巾遮盖。尽管当时战火四起，但海关还是一眼就认出了活着的熊猫幼崽。只可惜弱国无外交，露丝被扣留的消息一出，美国大使馆火速行动，很快小熊猫就被人打着奇怪哈巴狗的名号带出国门。指鹿为马的奇葩行径，尽管荒唐至极，但这位美国女人最终靠骗大张旗鼓地把国宝带到了美国。露丝的强盗行径不仅得到美国当局的全力支持，回国后在媒体的报道下，竟然被奉为英雄。小熊猫的出现轰动全国，一人一熊瞬间被包围，成为炙手可热的明星，眼看名利双收。露丝自作聪明，给熊猫取名苏林，最终还是没能抵挡金钱诱惑，把小家伙卖给了动物园。而这场罪恶偷盗的开端源于露丝丈夫的遗愿。男人因为对大熊猫爱的痴迷，趁战争爆发远渡重洋到了上海，结果还没来得及动手就病死在上海，临终前还对熊猫耿耿于怀。露丝一看丈夫倒下，很快振作，跑到四川花高价让村民当向导，在一处山洞发现了嗷嗷待哺的小熊猫。眼看露丝的强盗操作名利双收，一大批唯利是图的探险家坐不住了。这是全世界第一只活着走出中国的大熊猫，自从被美国女人以哈巴狗的名义偷走，从此开启悲惨而短暂的一生，到死都不得安宁。抱着熊猫落地就金山，没等露面，码头上早就人山人海。为了看一眼活的大熊猫，美国民众翘首以盼，而把偷来的熊猫紧紧抱在怀里的露丝，显然已经把苏林当成了自己的所有物。坐在车上骄傲地炫耀自己的战利品。据当年的《时代周刊》记载，露丝被民众称为熊猫夫人，偷盗的行为被称赞为英雄，还扬言对美国的生物学研究有非同寻常的意义。眼看各大动物园抛来橄榄枝，最终苏林被$8750卖给芝加哥一家动物园。从此悲惨的生活开始，憨态可掬的大熊猫成了动物园里的活招牌。每天2个小时的开放时间成了苏林难以摆脱的噩梦，被铁链死死拴住，被迫表演各种杂技，尽管一举一动都让游客捧腹大笑。为了榨干熊猫的所有价值，动物园特设门票花钱就能摸，只要敢反抗就是一顿毒打。更离谱的是，由于对养熊猫一窍不通，断奶后每天喂的除了萝卜就是白菜，再加上难以适应当地气候，白白胖胖的小家伙在日复一日的折磨下，面目全非，骨瘦如柴，浑身是病。眼看摇钱树命不久矣，动物园又动起了歪心思，花高价怂恿露丝再次出手。在金钱的诱惑下，露丝熟门熟路再次跑到四川。更讽刺的是，居然给第2只熊猫起名美美。美国人有多丧心病狂，竟险些导致熊猫灭绝。接连偷走2只活体大熊猫，美国女人露丝成了名扬天下的熊猫夫人。然而在动物园惨无人道的摧残和折磨下，2只大熊猫每因水土不服突发疾病惨死。而早就被折腾得骨瘦如柴的苏林不久后也误吞木棍身亡。丧心病狂的美国人为了榨干苏林的最后一丝价值，竟然把惨死的熊猫做成了标本展览，简直惨无人道。动物园眼看尝到甜头，又命令露丝再次上路。被盯上的一大一小2只熊猫，在激烈的挣扎中竟被同伴当场射杀。露丝眼看手上沾满鲜血，不愿再作恶，把存款挥霍完后，出版了一本名为《夫人和熊猫》的自传，里面详细的记载了几次3番偷盗熊猫的全过程，还有熊猫的习性和特点。该书一出，熊猫夫人的名号彻底打响，成了风靡全国的畅销读物，也成了罪恶猎杀的开端。眼看露丝靠到中国偷猎熊猫赚得盆满脑满，强盗思想根深蒂固的所谓探险家们彻底坐不住了。趁我国战火四起，积贫积弱的之际，接二连三带着猎枪闯进山林，大批所谓的探险者为了抓到活熊猫，无所不用其极。露丝丈夫的朋友最先嗅到商机，这个名为史密斯的强盗，短短2年时间就抓走9只大熊猫，其中1只患病不幸惨死，另1只被关在轮船的船舱里活活闷死。而这只是那场惨无人道的偷猎行动中的冰山一角，那段屈辱史中遗失的国宝不计其数。最后始作俑者熊猫夫人晚年穷困潦倒，被人发现惨死在宾馆中。